在五代十国的烽火硝烟与北宋初年的江山照见之际，赵普以其深谋远虑与刚毅果决，成为左右时代格局的关键人物。这位出身幽州蓟县，后徙居河南洛阳的政治家，历经后汉、后周至北宋三朝更迭，从政50载，三登相位，亲手擘画了北宋的开国蓝图与制度根基。他虽读书不多，却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奇留名青史，虽屡遭宦海沉浮，却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在北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演绎了一段功过交织、荣辱并存的人生篇章。作为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两朝的核心辅臣，赵普的一生不仅见证了一个乱世的终结与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启，更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与复杂的人格特质，成为后世解读北宋政治生态的重要坐标。公元922年，赵普诞生于幽州蓟县，今北京。其家族累世为官，曾祖父出任三河县令，祖父任澶州司马，其父赵炯亦曾在州郡为官。但赵普的青少年时期恰逢唐末五代最为动荡的乱世，战火席卷中原大地，民生凋敝不堪。后唐年间，幽州作为军事要地，频遭兵险之祸。赵炯为避战乱，举族迁居常山，今河北正定。可安稳的日子并未长久，赵炯的原籍幽州蓟县已落入契丹版图，常山一带亦面临着边境侵扰的威胁。无奈之下，赵炯再次携家眷迁徙，最终定居于河南洛阳。乱世的流离与家族的官宦底色，在赵普身上交织成独特的人生轨迹。他效仿父祖，投身州镇幕府，充任僚属，从基层政务起步，正式开启了自己的仕途。后汉年间，赵普出授陇州巡官一职，这一职位虽低微琐碎，却让他得以直面地方治理的繁杂事务，无论是刑狱决断还是民生调度，他都处理得井井有条。这份能力没有被埋没。公元954年，后周永兴军节度使刘慈听闻赵普的才干后，当即征辟他为节度从事，与楚昭府、王仁善一同共事，成为其幕府中的核心幕僚。在刘慈麾下，赵普勤勉尽责，很快便赢得了节度使的深度信任。公元955年，刘慈病重垂危，仍在仪表中专门向朝廷极力举荐赵普，盛赞其才堪大用。遗憾的是，彼时后周朝廷政务繁杂，加之缺乏专人援引，这份举荐并未得到及时回应，赵普的仕途暂时陷入停滞。为谋生计，他辗转来到滁州，一度以教授蒙童为业，在乱世中暂且觅得一处安身之所。谁也未曾料到，这段看似平淡无奇的蛰伏岁月，竟成为赵普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正是在滁州的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结识赵匡胤、跻身北宋开国核心圈层埋下了至关重要的契机。公元956年，后周世宗柴荣为拓展疆域、巩固统治，挥师南下，用兵淮南。禁军将领赵匡胤凭借勇猛善战，率军一举攻克战略要地滁州。城池初定，政务亟待梳理，宰相范质深知地方治理需得力人才，遂上奏朝廷，举荐赵普出任滁州军事判官。这一任命成为赵普与赵匡胤命运交织的起点。初次共事，赵普便以才干赢得了赵匡胤的关注。史书中称他断事明敏，遇无冤者。在战乱初平、秩序混乱的滁州，他处理政务条理清晰，决断刑狱公正审慎，全无拖沓推诿之风。赵匡胤听闻其名后，特意召见，二人纵论时事，谈及军政。赵普虽无鸿篇大论，
却总能直击问题要害，提出的见解务实可行，让赵匡胤深为器重，将其视作可造之才。而更巧的是，此时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恰好在滁州养病，赵普得知后，主动承担起照料之责，朝夕侍奉要饵，关怀备至。这份超越同僚情谊的体恤，让赵弘殷深受感动，来自长辈的认可，进一步拉近了赵普与赵匡胤之间的距离。真正让赵匡胤认定赵普可托大事的，是一场关乎100余人生死的决断。当时滁州刚经历战乱，社会治安动荡，官府捕获盗贼100余人，按律当全部斩首示众。赵普在审阅案卷时，敏锐地察觉到其中可能存在冤情，乱世之中难免有无辜百姓被裹挟牵连，若一概问斩，未免太过草率。于是他力劝赵匡胤暂缓行刑，重新审讯。经过细致核查，果然发现其中不少人确系无辜，最终得以保全性命。赵匡胤事后感慨道：若没有赵普，我险些滥杀无辜百姓。此事过后，赵匡胤对赵普的赏识更深一层，他不仅看到了赵普的才干，更看到了他身上难能可贵的人心与胆识，既敢于坚持己见，又能以民为本，审慎用权，这样的人正是能共图大事的理想伙伴。淮南战事平定后，赵匡胤以领匡国军节度使，一到任便立刻征召赵普为推官，将其正式纳入幕府核心。自此，赵普成为赵匡胤身边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开启了长期追随的历程。公元957年至959年，赵匡胤先后改领义成军、中武军节度使，职务屡有变动，但赵普始终不离不弃，紧随其左右。在此期间，昔日刘慈麾下的楚昭府、王仁善等人也纷纷投身赵匡胤幕府，几人志同道合，各有所长，逐渐形成了以赵匡胤为核心、赵普为谋主的亲信集团。他们在日常军政事务中默契配合，在暗中为赵匡胤积蓄力量，谋划未来。公元959年，后周的命运迎来了急转直下的转折。世宗柴荣正值壮年，却英年早逝，年仅7岁的恭帝继位。主少国一的局面，让本就根基未稳的后周政权陷入空前动荡，朝堂之上人心浮动，地方藩镇暗流涌动，整个天下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隐忧。而此时的赵匡胤，凭借多年南征北战积累的军功与威望，已升任殿前都点检，手握禁军精锐，成为后周军事体系中最具分量的人物。历史的天平已悄然向他倾斜。一直紧随赵匡胤左右，静观时变的赵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他明白，乱世之中，权力真空往往转瞬即逝，若不果断出手，不仅会错失天命，更可能引来杀身之祸。于是，赵普主动牵头，与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以及石守信、王审琦等一众禁军核心将领秘密集结，一场关乎后周命运的谋划就此展开。在这场决定天下归属的密谋中，赵普展现出了远超常人的胆识与周密布局的能力。据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当时有将领急于求成，提议直接在都城起兵夺权，赵普却冷静地否决了这一冒险之举。都城人心未固，百官仍怀后周之恩，若轻举妄动，恐引发内乱，外有藩镇响应，我等将陷入腹背受敌之境，不如借出师之名，将大军调出城外，途中顺势图之，方可事半功倍。这番分析尽显其政治智慧的深邃，他不仅看到了夺权的可能性，更精准预判了过程中的风险，
始终将平稳过渡、减少阻力作为核心原则，为兵变的成功奠定了关键基础。公元960年正月初一，正当后周朝廷沉浸在新年的氛围中时，一份紧急军情突然传来，北汉联合契丹大举入侵边境，边关告急。后世史家多认为，这份军情是为赵普等人精心策划的借口，目的便是为赵匡胤率军离京制造名正言顺的理由。朝廷上下猝不及防，年幼的恭帝与辅政大臣别无他法，只能仓促下令，命赵匡胤率领禁军主力北上御敌。大军行至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一时，天色已晚，遂下令扎营休整。而这正是赵普等人预定的关键时刻。深夜，赵普与赵匡胤暗中串联军中将领，散布点检作天子的舆论，煽动将士们的拥立之心。将士们本就对后周孤儿寡母的统治缺乏信心，又感念赵匡胤的恩威，很快便群情激昂，纷纷表示愿意拥立赵匡胤为帝。次日清晨，众将手持兵器涌入赵匡胤的营帐，将早已备好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跪地高呼万岁。这便是载入史册的陈桥兵变。兵变成功的瞬间，赵普并未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立刻切换到稳定大局的模式，展现出成熟政治家的非凡素养。他紧急派遣亲信楚昭辅赶回开封，守护赵匡胤的家眷，避免其被后周宗室控制，自己则亲率心腹提前入城，接管京城防务，以殿前都点检新命为由，平稳替换了后周的禁军将领。双重保障之下，开封城内外人心安定，为禅让一事扫清了最后障碍。最终，赵匡胤正式登基称帝，建立宋朝。从制造军情、率军离京，到陈桥拥立、约束军队，再到禅让登基、稳定都城，赵普在整个政权更迭过程中，每一步都策划得滴水不漏。他以最小的流血冲突完成了王朝的更替，既成全了赵匡胤的皇帝梦，又维护了开封城的社会稳定，更赢得了官僚集团与百姓的初步认可。这场兵变不仅是赵匡胤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标志着赵普已从幕后谋士彻底蜕变为主导时代走向的成熟政治家。他的谋略与担当也为北宋王朝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宋朝的建立为赵普的政治生涯掀开了崭新篇章。作为陈桥兵变的核心策划者与定鼎功臣，他凭借拥立之功，一举跻身朝廷核心决策圈层，成为新王朝最受倚重的重臣之一。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单纯依附于主将的幕僚，而是站在国家治理的前台，开始以智囊的身份为赵匡胤擘画王朝的长治久安之策。新生的宋王朝尚未站稳脚跟，便遭遇了后周旧臣的公然挑战。义成军节度使李云素来桀骜，不甘臣服新朝，于公元960年4月暗中勾结北汉，举兵反宋。消息传至开封，朝堂震动，不少大臣主张派将领率军征讨即可。赵普却敏锐察觉到叛乱背后的隐患。李云占据潞州要地，北汉援军虎视眈眈，若拖延不决，恐引发其他藩镇连锁反应。他力排众议，坚决劝诫赵匡胤御驾亲征，以天子威仪震慑叛军，鼓舞军心。赵匡胤决定亲征，命赵普与吕余庆留守京师稳固后方。赵普却以平叛乃立国首务，臣当亲随效力为由，请求随军，尽显担当。行军途中，赵普见李云叛军立足未稳，果断提出放弃常规行军节奏，以最快速度突袭敌军。大军星夜疾驰，
趁李云不备发起猛攻，一举荡平叛乱，干净利落地消除了宋朝的第一次重大内患。李云之乱刚平，原后州淮南节度使李崇进又在扬州举兵反叛，成为新的威胁。此时朝堂上对是否再次亲征已有争议，赵普再次展现出精准的局势研判能力。他深入分析淮南局势，李崇进虽据守扬州，但麾下将士多怀异心，核心谋士的计策拒不采纳，对外断绝了所有救援渠道，对内则粮草匮乏，实为外强中干之局。基于此，赵普力主速取之，避免战事牵延，消耗国力。赵匡胤再次亲征，大军兵临扬州城下，很快便平息了这场反抗。短短数月内，赵普两度在平叛关键节点献上良策，为稳固宋初政权立下汗马功劳。这两场叛乱虽未动摇宋朝根基，却让赵匡胤深刻意识到藩镇势力与功臣兵权的潜在威胁。内乱平息后，赵匡胤忧心忡忡，特意召见赵普，将心中积压已久的困惑和盘托出。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战乱从未停歇，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此中症结究竟何在？朕欲息天下兵戈，求社稷长久之安，当循何道而行？赵普早已对这一问题深思熟虑，听闻皇帝发问，当即从容答道：此无他故，盖因藩镇权重，均若陈强所致。今欲安邦定国，当渐削其权，治其前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可臻于安定。这番话一针见血，精准点破了唐末以来乱世的根源，也为宋朝后续的制度建设定下了清晰的基调。以削权、治谷、收兵为核心的集权方略既已明晰，一套针对藩镇伟大与宿将权重的制度性调整计划，便在君臣筹谋中悄然酝酿，且逐步迈入实施阶段。对于石守信等声望卓著的禁军将领，收束其兵权成为稳定朝局的首要举措。此举意在从根源上规避黄袍加身世兵变的潜在风险。起初，赵匡胤以石守信等人皆为前敌故交，素信其中，并未对此深加提防。赵普见状，数次进言劝谏，臣亦不忧其背叛陛下，但倘若其麾下贪图富贵，效仿当年陈桥旧事，以黄袍强加其身，届时恐皆身不由己矣。这番话直指要害，点醒太祖须以自身经历为鉴，防微杜渐，避免历史重演。赵匡胤闻之幡然警醒，深纳其言，在公元961年便着手布局，陆续通过温和手段解除了禁军将领慕容延昭、韩令坤等人的兵权。而针对最为核心的嫡系将领，一场更为巧妙也更富传奇色彩的安排已在精心筹划之中。这便是后世广为传颂的杯酒释兵权。它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前期铺垫已久后那画龙点睛的最后一笔。同年7月，赵匡胤在宫中设宴，邀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开国功臣赴宴。这些人都是赵匡胤的故交亲信，曾跟随他南征北战，手握禁军重权。酒至酣畅之际，赵匡胤忽然放下酒杯，面露愁容地感叹道：朕能有今天的地位，全靠各位的鼎力相助，这份恩情不会忘记。然天子之位实非一居，远不如做节度使时逍遥自在，朕竟无一夜能高枕安寝。石守信等人闻言大惊，连忙追问其中缘由。赵匡胤缓缓说道：此理甚明，天下谁人不觊于此位？这句话如同一记惊雷，让众将瞬间冷汗直流，纷纷跪倒在地，叩首表忠心。陛下天命所归，
如今天下已定，谁敢有二心？赵匡胤见状，语气缓和下来，恳切说道：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世人所急急者，无非富贵二字。诸卿何不自请解去兵权，出镇方隅，广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永世之业，以终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善哉？石守信等人都是精明之人，瞬间便明白了赵匡胤的深意，这是皇帝在委婉地要求他们交出兵权。他们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也清楚反抗只会招致杀身之祸，不如顺势而为，换取全家的平安富贵。次日，石守信等人便纷纷上书，声称自己身患重病，请求解除军职。赵匡胤当即欣然应允，将他们外放为各地节度使，同时赐予丰厚的赏赐，并且与他们的家族缔结了姻亲。北九师兵权以一种和平温和的方式，顺利解除了禁军宿将的兵权，不仅避免了历史上常见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剧，保全了君臣之间的体面与情谊，更从根本上消除了禁军将领拥兵自重的隐患，为宋朝加强中央集权扫清了最大的障碍。而这一举措的背后，正是赵普精准的局势判断与高明的政治谋略。它既体现了宋朝初年统治者的宽容与智慧，也为后续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北九师兵权的成功，为宋朝加强中央集权打开了关键突破口，但这只是赵普整体治国蓝图的第一步。深知治乱在于制度的赵普，趁热打铁，协助赵匡胤推出了一系列环环相扣、覆盖全面的改革措施，从根源上构建起巩固皇权、稳定天下的制度体系。赵普的军事改革核心在于割断将帅与士兵的私人纽带，他推行的更数法令士兵定期换防，而将领不随调，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使将领难以培植亲信。同时实施强干弱支，将各地精兵收编为中央禁军驻守汴京，地方仅留老弱湘军负责杂役，使中央军力绝对凌驾地方，根除了藩镇起兵的物质基础。军事根基稳固后，赵普转向政治与财政改革。在中央，他分割相权，设参知政事分行政权，枢密使掌军务，三司使理财政，三者互补同属，直承皇帝，有效防止权臣出现。在地方，他推行文臣治州，以科举出身的文官取代武将治理州郡，并置通判监督，形成制约。财政上则要求地方税赋除基本开销外悉数上缴中央，彻底剥夺藩镇的经济自主权。赵普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军事控权、政治分权、财政收权的完整闭环，层层递进，相互配合，如同一张严密的网络，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君弱臣强、藩镇跋扈的混乱局面，为宋朝构建起一套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态。而在这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中，赵普既是顶层设计的谋划者，也是具体推行的主导者。他的政治智慧与务实策略，为宋朝300余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根基，其功不可没。在巩固内部统治的同时，完成统一成为宋朝的首要战略课题。面对先北攻契丹庇护的北汉，还是先南取诸国的关键抉择，赵普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他深入分析局势后指出，北汉都城太原紧邻契丹，若先取北汉，宋将独面强敌，而南方诸国虽富庶，却分散薄弱，正可各个击破。据此，他提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先集中力量平定南方，
既积累国力，又避免两线作战，待南方既定，再回头解决孤立的北汉。这一决策规避了过早与契丹冲突的风险，为宋朝统一战争指明了务实可行的路径。从公元963年开始，宋朝按照赵普规划的路径，稳步推进统一战争。先是以假道伐国之计平定荆南、湖南，打开了南下的通道，随后挥师西进，攻克后蜀，将西南富庶之地纳入版图。公元971年，宋军南征南汉，结束了其在岭南的统治。公元975年，宋军攻破金陵，南唐覆灭。至公元978年，吴越国王钱初见大势已定，主动上表归降，将吴越13州之地献给宋朝。至此，宋朝基本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仅幽云16州仍被契丹占据，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南北分裂、战乱频仍的局面。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不仅让宋朝在统一战争中始终占据主动，避免了陷入南北夹击的困境，更通过逐步积累财富与领土，不断增强国力，为后续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赵普作为这一核心战略的策划者，他没有被一时的军事冲动左右，而是基于现实局势做出了最务实的选择，既体现了知己知彼的军事智慧，更彰显了循序渐进的治国远见，成为宋朝完成统一大业的关键推手。随着统一战争的稳步推进与中央集权制度的逐步完善，赵普的政治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公元964年，赵普凭借多年来的卓著功勋与深得军心的政治才干，就此登上宰相之位，开启了长达10年的独相执政生涯。拜相之后，赵普愈发得到赵匡胤的倚重与信任，史称事无大小，悉咨决焉。无论是军国重务还是朝堂琐事，赵匡胤都会与他商议决断。赵普也由此成为宋朝政坛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身居宰辅之位，赵普时以天下为己任，行事刚毅果断，即便面对皇帝的不悦，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政见。史书中记载过这样2则流传甚广的故事。一次，赵普屡次向赵匡胤举荐一人为官，赵匡胤因不喜此人而未应允。赵普次日复奏仍被驳回，第3天竟坚持在地奏书，此举彻底激怒赵匡胤，当场将奏牍撕碎置于地。赵普却面不改色，跪地拾起碎纸占卜完好，次日依旧原封不动呈上。赵匡胤见他如此，终知其为公不畏私，最终采纳了举荐。还有一次，朝中群臣立下功劳，按律应当升迁，可赵匡胤却因个人好恶，执意拒绝授予这些人相应官职。赵普得知后，当即直言进谏，刑罚惩恶，赏赐酬功，此乃古今通义。刑赏是天下之行赏，非陛下私物，岂容以喜怒定夺？这番话让赵匡胤勃然大怒，愤然起身离去。可赵普却寸步不让，紧随其后立于宫门口，久久不肯离去。最终，赵匡胤答应了他的请求。正是这份为了国事据理力争的胆识与执着，让赵普在独相10年间得以推行诸多利国利民的举措，成为他执政生涯中最为鲜明的底色。但赵普的执政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虽心怀天下，却也有着嫉妒刻薄、专断独行的一面。随着权势日益煊赫，他身上的这些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最终为自己招致了仕途的挫折。公元973年，朝堂之上接连爆发多起涉及赵普的争议事件。当时朝廷明令禁止私人贩卖秦陇一带的优质木材，
可赵普却依仗权势，派遣亲信官吏前往当地采购木材，扎成巨大的木筏运到京城，用来修建自己的府邸。而这些亲信官吏趁机夹带私货，私自贩卖木材牟利，此事最终被察觉并上奏弹劾。除此之外，赵普还曾利用职权，用自家的空地私自换取皇家的上实书谱，以此扩建自己的住宅。同时他还经营底店，与民争利，谋取私利。这些行为让赵匡胤对他的不满日益加深。屋漏偏逢连夜雨，翰林学士卢多逊素来与赵普不和，抓住这个机会，多次在赵匡胤面前抨击赵普的短处，添油加醋地细数其过失。恰逢此时，官员雷有林击响登闻鼓，状告赵普包庇官员，贪赃枉法。数事并发，赵匡胤龙颜大怒，当即下令御史府彻查此事，相关涉案人员均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一系列事件的接连发生，让赵普在赵匡胤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恩宠日渐衰减。为了分割赵普的相权，赵匡胤下令让参知政事与赵普轮流执掌相印，领班朝会，上奏政事。这一举措无疑是对赵普独相地位的沉重打击。同年8月，赵普被正式罢去宰相之职，外放为河阳3城节度使，就此结束了长达10年的独相生涯。从权倾朝野的当朝宰辅，到远离京城的地方藩镇，赵普的人生也随之迎来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低谷期。河阳3城的藩镇生涯尚未过半，朝堂之上的风云变幻便再次改写了赵普的命运轨迹。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在烛影斧声的重重疑云中突然离世，其弟赵光义登基称帝，是为宋太宗。这场皇位更迭没有留下明确的传位诏书，在历史长河中埋下了诸多待解的谜团，而身处地方的赵普注定要在这场权力洗牌中扮演关键角色。太宗即位初期，赵普的处境尤为尴尬。作为太祖朝一手提拔起来的开国宰辅，他不仅是兄终弟及这一非常规传位模式的旁观者，更曾在太祖在世时公开反对过传位于帝的提议。这份政治立场让他与新任皇帝之间天然隔着一层隔阂。可政治的魅力恰恰在于其瞬息万变，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宫廷风波竟会将他重新拉回权力的中心。公元981年，一道关于秦王赵廷美图谋不轨的密报传入宫中，太宗闻讯后忧心忡忡。赵廷美是他唯一在世的弟弟，按照兄终弟及的逻辑，本就是皇位的潜在继承人。更令太宗警惕的是，当朝宰相卢多逊与赵廷美交往甚密，形成了足以威胁皇权的政治联盟。面对皇帝亏位、宰相结党的双重危机，太宗急需一位资历深厚、手腕强硬的老臣主持局面，遍观朝野。赵普无疑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他既有开国元勋的威望，又与卢多逊有旧怨，更深谙朝堂权术，足以制衡各方势力。此时的赵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重返朝堂的绝佳契机。据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他当机立断，向太宗呈上了一份足以撼动朝野的密奏，声称自己手中掌握着一份尘封多年的先帝遗命，及后世争议不休的金匮之盟。据赵普在密奏中所言，早在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初，杜太后已立下遗诏，鉴于唐末以来主少国疑的教训，要求太祖100年之后将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赵光义再传位给弟弟赵廷美，赵廷美最终传回给太祖之子赵德昭。这份金匮之盟的出现，
恰好为太宗兄中弟及的继位方式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完美化解了萦绕在太宗心头的继位正统性质疑。太宗得此密奏，简直如获至宝，长久以来的政治焦虑一扫而空。他当即下令赵普回京，于公元981年9月再度任命赵普为宰相，让其全权处理赵廷美与卢多逊一案。后世史家对金匮之盟的真伪争论不休，司马光在《涑水记文》中便对盟约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认为这很可能是赵普为了重返权力中心，迎合太宗需求而精心编造的政治筹码。无论这份盟约是真是假，都足以彰显赵普的老谋深算。他以一份遗诏精准击中了太宗的痛点，既为新君解决了继位合法性的燃眉之急，又借力打力，一举扳倒了宿敌卢多逊，更顺势为自己铺就了重返相位的捷径。这一番环环相扣的政治操作，尽显其在权力棋局中的过人谋略。二度拜相的赵普敏锐洞察到太宗对赵廷美的深层忌惮，金匮之盟虽为太宗继位提供了合法性，却也将赵廷美明确为法定继承人。这位手握前势力的皇帝，早已成为太宗心中亟待拔除的皇权隐患。赵普深知自身权柄全系于帝王信任，而替太宗扫清这一障碍，正是稳固相位的关键。因此，他主动将处理赵廷美、卢多逊案作为核心要务，其行动背后，实则与太宗欲除之而后快的心思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他一边利用宰相职权调取相关卷宗，一边授意亲信搜罗赵廷美与卢多逊往来的蛛丝马迹，竭力拼凑出足以定罪的谋反证据。最终，赵普以私通经营、谋威社稷为由，呈上赵廷美亲信与卢多逊的往来书信，其中一句愿公车早宴驾，直指觊觎皇权的逆心。太宗览信后震怒，虽知部分内容可能经修饰，仍以律法难容为由，下令治罪。这套以文正罪的操作，精准击中太宗对皇权旁落的深层忧惧。在赵普的推动下，这场政治清算迅速展开。不久之后，赵廷美先被罢去开封尹这一储君标配之职，随后他被逐出京城，安置于西京洛阳。紧接着，经过一番惊心罗织的罪名指控，赵廷美又被削夺所有王爵，降为涪陵县公，流放至偏远的房州。远离权力中心的赵廷美，在贬所备受监视与打压，最终郁郁而终。而作为赵普宿敌的卢多逊，也因被指控与赵廷美勾结谋逆，落得削夺官爵、流放崖州的下场，最终客死他乡。凭借这场雷霆手段的政治斗争，赵普不仅彻底清除了朝堂上的政敌，更牢牢巩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重新攀上了权力的顶峰。但与此同时，他也因牵涉皇帝之死，背上了构陷皇帝的骂名，成为后世诟病的焦点。对于赵普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史家历来争议颇多。有人直言，他此举完全是为了迎合太宗、巩固皇权的私心；也有人认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赵廷美身为太宗皇位的潜在威胁。由于宰相卢多逊过从甚密，其势力确实已对皇权构成挑战。赵普的举措虽夹杂着个人私心，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潜在的政治动荡，维护了朝堂的稳定。无论评价如何，这一事件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赵普政治手腕的强硬与复杂，也让人们看到了这位开国功臣在权力棋局中冷酷务实的一面。在个人权位臻于极盛之后，赵普的仕途迎来了又一个转折点。公元983年，年过60的赵普因年老体衰，
主动上表请求辞去相位。太宗感念其开国功勋与辅政辛劳，应允了他的请求，特授其荣衔，外放为武圣军节度使。离京之日，太宗亲自在宫中设宴饯行，还特意赋诗一首赠与赵普，以表君臣情谊。捧着太宗御笔亲书的诗作，赵普感动得热泪纵横，哽咽奏道：“陛下赐臣此诗，臣当命人刻实立于家门。他日臣身死之后，愿与臣之朽骨同葬泉下。”此情此景，尽显君臣相得的融洽，仿佛为赵普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历史的戏剧性往往在看似尘埃落定之时再起波澜。就在外放武圣军5年之后的公元988年，赵普迎来了人生中的第3次拜相。此番重返中书，背后的时局背景更为复杂。太宗对时任宰相李昉等人的执政风格颇为不满，认为其施政过于保守，难以应对朝堂内外的棘手事务。与此同时，西北边境的局势持续紧张，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改而归降，时而反叛，反复侵扰边境州县，急需一位资历深厚、深谙军政之道的老臣坐镇朝堂，统筹全局。正是在这样的双重需求之下，已经67岁高龄的赵普临危受命，再度出山，于垂暮之年展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政治热情与担当。第3次拜相期间，赵普将施政重心置于边防与吏治2大要务。面对西北党项的反复扰边，他推行剿抚并用之策，对归附不足予以安抚，赐予田土；对顽固叛乱者则果断出兵征讨。这套刚柔相济的方针，有效缓和了边境紧张局势。同时，他大力整顿官僚机构，裁撤冗员，明晰权责，提升了行政效率。公元989年，宋军北伐幽蓟受挫，赵普不顾太宗锐意进取之心，连续上书恳请班师。他在奏章中痛陈远征耗国力，损民生，主张优先修养内政，积蓄国力，待时机成熟再图北伐。太宗虽未全纳其言，仍下诏褒奖其忠臣。赵普晚年最为人称道的变化是其对学问的态度。早年他曾因不识前蜀乾德年号，被太祖以宰相须用读书人相责，自此潜心向学。晚年他尤重《论语》，常援引经义处理政务，其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正源于此。这既是对早年不足的补益，亦是对儒家治国理念的自觉融合。此时的赵普执政风格已较早年更为圆融谨慎，他主动与副相吕蒙正协作共事，避免独断。公元990年，因年高体衰，他获准免去日常朝业，仅赴中书省处理要务。次年，他再三恳请致仕，太宗最终允准，授其西京留守、河南尹等虚职，以示荣宠。在挽留诏书中，太宗动情写道：“开国旧臣为卿一人，赵普捧诏涕零，仍强之并体入宫面陈国事。”北宋朝堂的风云变幻，终究挡不住岁月流逝的无情。当辅佐2朝、3度拜相的开国功臣赵普，于公元992年在洛阳溘然长逝，宋朝失去了一位亲手参与缔造其制度基石的元勋。宋太宗亲撰神道碑文，赐予忠献谥号，极尽哀荣。这份深厚殊荣，既是太宗对这位老臣复杂情感的最终定格，也是赵宋皇室对这位开国宰相历史功绩的盖棺论定。然而，历史的评价从不满足于官方定论。当我们试图将赵普置于那个由乱入治的宏大转型期，
置于唐宋变革这一历史长河的枢纽点上，会发现他远非一个忠宪或韩王的封号所能概括。他的一生折射出北宋立国之初的政治光谱，也映照出在秩序重建的迫切需求下，一位政治家的理想、手段、成就与代价。要理解赵普的历史地位，首先必须正视他所面对的五代困局。唐末以来，中央权威崩解，地方武夫凭强兵悍将便可裂土称王，王朝更迭如同儿戏。赵普生于乱世，长于迁徙，亲眼目睹藩镇跋扈、百姓流离的惨状，这使他毕生的政治追求都锚定在一个核心目标上，不惜一切代价重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和稳固的政治秩序，彻底终结五人乱政的循环。无论是杯酒释兵权的温情智慧，还是强干弱枝和更术法的冷峻制度，亦或是先南后北的谨慎战略，其底层逻辑一以贯之，防范内乱优先于开疆拓土，稳定秩序压倒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普是那个时代最清醒也最坚定的秩序工程师。他的工程是卓有成效的。与赵匡胤君臣相得，共同构建的那套集权体系，从剥夺藩镇权力到以文治武，分化实权，再到建立由中央绝对掌控的禁军制度，成功地解决了困扰中原近100年的藩镇割据问题。北宋得以享国300余年，期间虽不乏内争，却再无地方武力成功挑战中央，导致全局性内战的情形，这不能不归功于赵普奠基的制度设计。他规划的先南后北统一方略，虽显保守，却务实稳妥，使宋朝得以在最小损耗下整合南方资源，奠定了经济文化繁荣的基础。他将宋朝从又一个短命5代的危险中拉出，引向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文治轨道，这是其不容抹杀的首要功绩。然而，赵普的政治遗产具有深刻的双重性，其成就与代价紧密交织，甚至可以说，他为解决旧问题而设计的方案，本身便孕育了新的，或许更棘手的问题。其中最受后世诟病的，莫过于重文轻武、强干弱枝方针在军事上导致的长期被动。为了防止内部叛乱而过度削弱将领权威、分割兵权，固然消除了肘腋之患，却也严重损害了军队的野战能力和作战主动性。更术法造成的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与收天下精兵于京师导致的边防空虚，使得宋军对外战斗力大打折扣。面对契丹、西夏乃至后来女真的铁骑时，往往处于战略守势。尽管赵普晚年也曾忧虑边防，上书劝谏太宗务要轻率北伐，但制度性的崇文抑武倾向已然确立，成为宋朝的祖宗家法，影响贯穿始终。这便形成了一个历史悖论：赵普用以终结内乱的最成功手段，恰恰成了导致外患难纾的重要根源。宋代的积弱之象在此已埋下伏笔。在个人品格与政治道德层面，赵普同样呈现复杂面相。他刚毅果断，敢于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坚持行赏天下之行赏的原则，展现出不畏军威、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他生活相对简朴，晚年勤读《论语》，追求儒家治国理想。但另一方面，他对权力的热衷与运用，又时常突破道德藩篱，显现出冷酷的现实主义甚至机会主义色彩。无论是早年经营底店、私购木材以营私利，还是晚年抛出疑点重重的金匮之盟，深度介入并主导迫害赵廷美与卢多逊的政治清洗，都暴露了他为达目的而不吝手段的一面。在金匮之盟与赵廷美案中，他扮演的角色尤其暧昧。
此举固然帮助宋太宗稳定了统治，或许在赵普看来是维护政局稳定的必要之举，但其过程充满了政治构陷的阴影，开启了北宋宗室内部残酷斗争的恶劣先例，也损害了政治道义，这使他难以成为一个纯粹的道德楷模，而更像一位深谙权力游戏规则，并将规则运用至炉火纯青的顶级玩家。赵普声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恰恰是他政治哲学的最佳隐喻。他取《论语》之实而略其文，重视其秩序伦常之用，而未必深究其仁义道德之体。他汲取了儒家思想中关于君臣纲常、治国安邦的务实部分，将其转化为强化中央集权、维护统治稳定的工具理性，却未必将儒家对仁政、民本的理想追求置于权力算计之上。他的儒学是经世致用的、工具化的，是乱世后重建秩序的手术刀，而非塑造完美社会的理想蓝图。这种实用主义儒学深刻影响了宋朝的政治文化，使得宋代政治虽文明开化，却也始终伴随着精于算计、党同伐异的现实底色。最终，赵普的历史形象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奠基者与有缺陷的权力实践者的复合体。他像一位高明的建筑师，在五代废墟上为宋朝绘制并初步建造了一座旨在永绝内乱、追求长治久安的宏大宫殿。这座宫殿的设计有其天才之处，结构稳固，庇佑赵宋王室享作长久，文化经济得以在其内灿烂发展。但设计上的某些先天缺陷，如过于注重内部防壁而忽视对外防御的格局，也使得居住者在后来的风雨中屡屡受创。而他本人在建造过程中的一些作为，又为宫殿的某些角落留下了不那么光明的阴影。当我们穿越千年尘埃回望，或许不应以简单的中间、功过二元论来评判赵普。他是在一个极端混乱的历史岔路口，凭其智慧、魄力与权谋，努力将国家引向稳定轨道的关键人物。他做出了符合时代迫切需求的重大选择，也承担了这些选择所带来的长远历史后果。他的成功与局限，他的理想与手段，共同定义了北宋王朝的基本性格，也为我们理解在文明重建的艰难时刻，政治所能达到的实践高度与必然面临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个极其深刻而复杂的样本。赵普之名，已与北宋开国史、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甚至与儒家政治思想的实践诠释永久地联系在一起。他并非完人，但无疑是那个缔造时代并深刻影响后世走向的至关重要的巨人。在开封龙亭公园曾处理的由太宗亲书的神道碑或许早已淹没，但赵普所参与奠基的那个文明重建与转型的时代，及其留下的恒久制度遗产与历史思考，却始终在中国历史的星空中闪烁着复杂而独特的光芒。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